德国机械制造一向处于世界高端，也是德国工业立国的支柱产业之一。在中国，他们曾经挣得盆满钵满。中国好像从来没有说过德国企业玩弄不公平手段。但随着中国在这一产业也迎头赶上，现在在德国本土也面临来自中国的强大竞争，德国机械制造业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最近，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更是向德国政府及欧盟喊话，呼吁政府施以援手，即采取类似于针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国家保护主义。该协会还振振有词地说，因为中国玩弄不公平手段，才导致德国机械制造商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但德国企业从来不想承认德国的能源昂贵。此外，由于过高的税负，毕竟德国是一种类似于大锅饭的福利社会，低效率以及创新不足，才导致德国无法再与中国竞争。但是千错万错，肯定不是自己的错，而是中国的错。目前看来，西方保护主义抬头是大的趋势，特朗普便是最好的例子。因为西方这些国家的好日子越来越走向末路，这时候他们就再也不提倡全球化或自由市场了。今天与各位分享一篇德国《世界报》关于德国机械制造业面临来自中国竞争的报道。中国玩弄不公平手段，德国机械制造商呼吁政府施以援手。多年来，中国的竞争对手一直威胁着德国机械制造商的生存。如今，他们要求德国政府采取具体措施，因为中国之所以占据主导地位，主要归咎于其扭曲市场竞争的手段。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主席卡沃尔特愤然发声：“中国玩弄不公平手段。”他厉声指责道：“该行业并非畏惧竞争，机械设备制造业接受与中国企业的竞争，并希望凭借自身实力保持全球市场的强势地位。”这位企业家表示，尽管中国制造商一方面在技术上迎头赶上，另一方面具备更低的生产成本，这虽构成挑战，但仍可控。但我们的企业无法继续容忍中国竞争者不遵守国际贸易规则，政界必须对此作出反应。VDMA 的具体诉求详见于最新立场文件《公平竞争对华政策呼吁书》。收件方包括德国政府机构及欧盟的领导层。中国企业常享有扭曲竞争的优惠政策和补贴。奥沃尔特解释其行动动机。此外，中国销往欧洲的产品时常无视我们的技术规范。对于此类指控并非新说，卡沃尔特不以为意。多年来，关于所谓公平竞争环境及同等竞争条件的呼吁长期被忽视，已沦为陈词滥调。因此，仅靠空谈及呼吁远远不够，我们必须摒弃天真，做出改变。现状难以为继。卡沃尔特强调，现在正是时候，至少在欧洲单一市场内，针对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持续违规行为，采取有效反制工具。再也不能用中国市场虽大，但并非尽善尽美这类说辞敷衍应付。我们必须重新定位，为了赢得平等竞争地位。为此 VDMA 一方面要求严格中国机械设备对欧出口规则。这份在会员企业压力下制定的战略文件指出，当第三国违反反倾销或反补贴规则时，欧盟必须征收补偿性关税。另一方面，需强化市场监管，因没有不符合欧盟现行法规的机械设备流入欧洲市场。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 VDMA 指出多起案例，中国设备虽贴有必要的 CE 标志及欧盟市场强制要求的合规标识，表明符合现行安全标准，但经检测，这些机器实际并未达标。VDMA 外贸部门负责人 Oliver Lichtbeck 表示，进口商竟辩称 CE 标志并非代表欧洲标准，而是中国出口之意。他们对待法规极其松懈，以激光机械为例，这种违规极其危险。在德国，这类设备是密封的大型箱体，而中国产机器却裸露激光部件，甚至可徒手触及内部。VDMA 因此要求，对已有违规记录的制造商必须实施第三方独立机构预认证制度，累犯者应全面禁止对欧出口。
咱们看下面这个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估算的数字，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全球机械制造领域占据主导地位。2024年营销排名，第一名中国高居榜首，中国的营销额为11260亿欧元。第二位的是大幅度落后的美国，它的营销额为4270亿欧元。第三名是德国，3650亿欧元。我们看下面啊，另一方面，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 VDMA 正大力推动从根本上提升本土企业竞争力，这涉及减税和简化行政流程等长期议题，特别是可持续发展报告义务给中小企业带来沉重负担，削弱了其竞争优势。VDMA 主席英格施塔特家族企业 Schubert and Salzer 法门制造公司负责人 Kaufland 表示，同时该联合会呼吁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尤其是早已达成但尚未批准的与南方共同市场国家的协议，以及尽快结束与印度的谈判。这两个经济区目前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都极高。VDMA 立场文件指出，此外 VDMA 要求对具有战略意义的技术领域提供产业政策支持，以避免形成新的依赖和潜在威胁风险。具体包括能源安全、气候综合转型和国防等领域。该协会设想的产业政策支持包括在公共招标中设置本地化比例要求，以及采用供应商可靠性等非价格标准。同时，应设立市场准予排除机制，联邦政府应评估在北海使用中国风力发电设备是否安全。Kaufland 强调，这些设备可能被远程关闭，危及能源安全。VDMA 认为，制定标准的工作同样关乎竞争力。中国将标准作为实现经济政策利益的工具。Kaufland 指出，中国正谋求主导国际标准体系，为其企业创造竞争优势，因此也应大力支持欧洲企业制定标准的工作。技术创新同样关键，许多机械制造企业仍保持对中国竞争对手的技术优势，为维持这一优势，必须加强创新支持。首份中国战略文件中明确写道，在德国，这尤其需要扩大和优化研发税收优惠。目前，政府对机械制造研发资助比例仅为 2.6%， 创新政策必须更聚焦工业需求，同时要防止公共资助研究成果的非自愿外流。公共资金投入应首先让欧洲受益。机械制造业如此密集，呼吁政府支持实属罕见。毕竟 VDMA 数十年来始终倡导秩序政策与自由贸易，反对政府干预市场。Kaufland 坦言，会员企业的压力与日俱增，但这并非根本转向。我们并非放弃原有路线，只是希望秩序政策能增强韧性。数据显示，中国机械制造企业正快速占领全球市场，目前市场份额已达 35%。而德国以 11% 的份额位居全球第3，落后于美国的 13%。中国企业早已不再仅凭廉价入门设备与德国高科技供应商竞争，北京政府已将机械制造业与汽车、电子行业同时列为战略领域，并给予支持。我们正在做好分内事。Kaufland 表示，其推动创新，打造卓越设备并快速市场化，但他承认中国企业在诸多领域已具备强大竞争力，反应迅速并敢于冒险。我们尊重事实，不会回避，更不会躲在政府壁垒后。不过，行业对不公平竞争条件已忍无可忍。若 WTO 规则无法实现公平竞争，就必须另寻变革之道。好，接下来咱们看看网民评论。第一条评论：中国与公平，这两者从未相容。继续往下，更低的能源价格，更少的空气污染税，更低的社会保障支出和更少的官僚程序，这些就是中国政府支付的补贴。呵呵呵，听起来就像是在说柴油是被补贴的。对于不认为自己是精英的普通老百姓来说，这简直让人无语。再往下，经济领域何时讲过公平？北京有战略，欧盟却没有，
这就是后果，抱怨无济于事。看下个跟帖。欧盟确实也有战略，他相信气候中和能带来竞争优势，虽然成本高昂且缺乏竞争力，但这好歹算是个战略。哈哈哈。再往下，若无法提供优质产品，便会开始呼吁补贴。既然德国有1万亿特别扶助基金在招手，自然人人都想分一杯羹。我对此表示反对。如果中国设备能满足客户要求，那只能说明中国人确实更胜一筹。我们看下条评论吧。中国从未公平竞争过，但德国经济却对中国形成了依赖，问题出在我们自己身上。继续往下，特朗普的关税就是邪恶的，可一旦针对中国，却又高声呼吁加强征税。当然了，这丝毫不显得矛盾呢。好，继续往下吧。德国制造业是时候觉醒了，如今正大规模从中国采购设备。若中国生产线成本仅为1半，任何具备商业头脑的 CEO 都难以拒绝。本土供应商迟早会被淘汰，不仅德国的，如今连东欧的也难逃此劫。唯有国家和欧盟能扭转这一趋势，欧盟完全具备这样的实力。下一则，德国应发挥影响力，在中国推行15欧元最低工资标准，这样就能终结低价竞争。如果中国不同意，直接切断对其发展援助好了。下一则，确实如此，当我们的政客们一边高喊基于规则的秩序，一边却对这种现象袖手旁观，人们不禁要问，他们到底什么意思？在电动汽车问题上，他们甚至乐见其成，毕竟这能倒逼本国产业转型。显然，未来只有在符合自身意识形态下才会被接纳。说到底，这关乎利益而非规则。咱们看下条评论。中德贸易从未公平过，未来也绝不会公平，更谈不上平等互利。这事实早在90年代末就已众所周知。然而，我们采取了什么对策吗？毫无作为，如今为时已晚。继续往下。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至今仍处于严重混乱状态。当初他们醉心于道德高调，高唱各种转型、能源转向和气候中和的赞歌，如今一切濒临崩溃，却又开始向政府求救。中国早已主导游戏规则，而我们却接连被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和特朗普问题困扰太久。再往下，所谓的绿色转型真是讽刺，中国电价仅为德国的一个零头。下一则，中国工业享有多层次补贴，比例高达70%，这些早已是公开事实。欧盟何时才能醒悟，意识到中国正在对我们发动经济战？欧盟不能再悠哉悠哉地拖延时间了，德国中小企业正在无声无息走向灭亡。德国知识点评，目前在德国媒体及政客口中，中国的任何产品都是政府大量补贴的，但是他们从来不会思考，也许是他们太蠢了。如果中国政府什么都补贴，那么中国政府不是早就债台高筑，就破产了吗？中国政府更没钱建高铁、造航母、研发6代战机或者搞什么登月了。看来呀，在德国人眼里，中国政府就像个魔术师，能变戏法一般，让中国工业呀、科技呀、军事等等全面碾压西方，而且都是低于市场价补贴给西方消费者，让他们花很少的钱，而且是亏本的，能享受中国制造产品。看来呀，中国政府对西方消费者比他们西方政府对自己的人民还更好呢。西方老百姓应该高兴才对呀。中国政府那么傻逼，样样都亏本卖给西方人，到处大傻逼。西方人更不应该呼吁他们政府征收关税，因为作为消费者征收关税的话还得多花钱。反正西方老百姓还呼吁他们政府加税，这样的逻辑呢是绝对讲不通的。看下条评论吧。是啊，多年来我们不断供货，在中国赚得盆满钵满，结果
现在他们不仅学会了同样的本事，还更胜一筹。他们成本更低，还收购拥有核心技术的德国企业。此刻不禁让人想到库卡机器人公司，而我们却要面对金属行业工会7%的涨薪要求，各种监管规定，以及迄今为止只会观望而非反击的左翼政府。下一则，一台标着西翼标志却不符合西翼标准的中国机器，为何可以在德国运行？这类设备难道不需要获得本地认证吗？这难道不是 TÜV 和 DEKRA 的职责所在吗？顺便说一句，就连每台叉车都得定期接受 TÜV 检测。我的客户向美国出口电子产品时，都必须通过严苛的认证程序。更值得关注的是，企业设备制造业多年来向中国大量出售技术，连前雇主协会主席都将自己的企业卖给了中国。前天我路过阿尔盖尔工厂，今年底那里将关门大吉，又将新增700名失业者和几座空置的厂房。再往下，我有一台贴有德国品牌的中国产压缩机，德国进口商经销，它已经运行了16年，只维修过一次。配件在eBay上也很便宜，虽然性能参数不如德国原版，压力低一半，但价格不到德国产品的20%，我觉得这很合理呀。我想说的是，德国即将面临的困境，我在10年前就预见到了。当时那台廉价压缩机已用了6年，还从未修过。为什么专业人士反而看不到这点？我只是个业余动手的爱好者，偶尔在工作台上拆装变速箱。你们才是专家，却似乎对周遭变化视而不见，这将是一场屠杀。顺便说一句，大众集团销售的来自中国的汽油滤清器居然比路德维希堡原厂件还贵。如果大众都不觉得羞耻，那我更不会。下一则，机械设备制造业是核心产业，必须加以保护。我认同德国机械制造业联合会 VDMA 的立场，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中国在德维系着庞大的游说网络，包括直接受雇的说客，以及那些仍被中国市场抱有幻想的人士。而当前敢于公开反对的群体反倒成了异类。如今我们已深陷对中国的危险依赖，中国商品技术能力流失，石器时代落后技术、稀土资源等等。感谢默克尔，若继续如此，不出数年，我们恐怕就得卑躬屈膝地为中国优等民族擦鞋，彻底丧失尊严。继续往下，我们那些沉迷幻想的政客们不愿承认，或者说不能，谁知道为什么呢？中国会不遗余力地超越西方，而在德国甘愿帮忙的人可不少。那边是中国政府不惜一切代价支持经济，这边尤其是在德国却不惜一切代价摧毁经济。如果各方平等参与共同生产，那倒无可厚非，但这种情况早已不复存在。继续往下，中国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他们的企业要么国有，要么部分国有。我们的政界能有什么办法与共产主义体系平起平坐？恐怕不行。这是企业自找的麻烦，只顾着赚钱，却对周遭风险视而不见。现在难道要政界来收拾他们的烂摊子？企业就该自己去开拓其他市场。我本人也在机械制造行业工作，实在受够了这种对中国的依赖。再往下，这篇文章完全遗漏了工业间谍这一竞争要素。中国在这方面有着高度组织化、系统性的犯罪行为。每位来西方的游客，每位来西方的学生和科研人员都必须提供情报，否则就别想再来西方。德国安全顾问和政府对此也心知肚明。下一则，住宿行业同样如此。中国以1000欧元的价格提供多枪模具，这价格连钢材成本都不够，明显依赖补贴。反观欧盟，各种限制、无谓禁令和文件要求，人为推高的能源价格，连带几乎所有成本上涨，对新技术几乎毫无扶持。
这里的价值链根本就是被系统性的瓦解。继续往下，过去几十年里，傻逼的德国政府坐视中国收购德国机械制造企业，而中国获得的回报则是德国持续提供的发展援助。可见呀，这些问题完全是咎由自取。再往下，说得对，但德国企业在与中国打交道时，也因贪婪和天真犯下大错，转移了过多技术。不公平之处在于，要进入中国市场，就必须与中国企业组建合资公司，而中方在德却无需如此。下一则，多么天真的想法！中国向来玩弄双重把戏，从强制外资企业合资，以窃取商业机密，到以所谓节能减排为由，限制外企进入某些行业，再到其信息管控，限制外国人行动自由。如今更在乌克兰战争中站队俄罗斯，同时享受着廉价能源的红利，西方简直是在自掘坟墓。咱们看最后一条评论，德国再次袖手旁观，我们的筹码正在逐渐消失。与此同时，中国学生却以低廉成本在我国高校求学。哈哈，朋友们，我们可以看到，似乎德国人没有反思能力，反正德国人没有错，都是中国人的错，以及都是德国政府的错。好的，朋友们，你们怎么看呢？请在下面留言。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